我在大三果断休学了，一边在夜店做 VJ 赚取生活费，一边用下班后的时间自学三维。因这项技能得以谋生，人生轨迹也从此彻底改变。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向大家毫无保留地分享我是如何自学任意一项技能的，以及自学的过程中有哪些致命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问题。这是由真实血泪教训总结出的10大心得。如果你正在艰难自学中，或者完全不知道如何开始自学，这个视频或许能给你一些启发和帮助，少走一些弯路，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创造现实条件。首先问一个现实的问题，你现在又有钱又有闲吗？为繁忙的学业和工作奔波已经让人精疲力尽了，很难挤出时间精力学习。若此时加上口袋空空，没有启动资金，就会彻底丧失自我选择的权利。所以开启美美自学之前，首先必须确保拥有经济基础和可用时间。毕竟如果生活保障都成问题，创造性的活动也会成为次要考虑。如果你的家庭条件不错，或许在经济上能够获得援助支持，但如果你像我一样，原生条件比较拮据，没闲又没钱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破局。关键在于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来为自己创造条件。想听听我的故事吗？我大学读的是美院。当我发现三维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创作媒介，而对三维技术的探求无法得到满足时，我在大三果断休学了，一边在夜店做 VJ 赚取生活费，一边用下班后的时间自学三维。我是那种家里给不了资金托举，却又不愿意循规蹈矩的小孩，意味着不论我想要什么 OK 好啊，但你自己想办法吧，没人给你兜底。我很早就认清自己的现实剧本，如果想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只能靠尽早独立，白手起家。休学打工自学的那段时期，工资并不高，每个月要支付一线城市的高昂生活费，一边要攒钱购买各种硬件装备。我是从便宜的开始买，鼠标、键盘、显示器、椅子、桌子。当时的电脑是一台已经用了好几年的 GTX 960显卡笔记本，渲染和预览的时候得多等一会儿。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台顶配的电脑。工作占据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晚上10点下班，回家后随便抓点东西吃，马上开电脑刷视频，学到后半夜赶紧定个闹钟，第二天爬起来要继续上班，每天如此，真的很累，但就这样硬挤出了时间。稳定的收入在当时就是我的安全保障，只是想让自己更安全，能够放下对生存的担忧，有资格做精神层面的选择。当时我太想脱离贫穷的现状去改变了。我们每个人都平等拥有一天24小时的时间和一副可支配的躯体，即便身处在艰苦的情况，人都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并不建议大家像我这样干，还是要照顾好身体。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很有限，我们需要把它们分配到优先级最高的事情上。只要确保每天有那么一段时间在进行自学，长期以往，量变促成质变，命运的齿轮也会开始转动。划定好你的安全边界，确保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你的学习之旅之后，我们就要面对下一个关键问题：明确目标。一个明确的目标可以激发出我们的执行动力。如果不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问自己这辈子有什么想留下的东西吗？那我的答案可能是希望留下一些有用的知识或者作品，影响和帮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问题能够弄清楚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想成为一个在艺术道路上有成就，能够为他人带来价值的人。就这样大胆地写下你的野心和渴望，贴到最醒目的地方，哪怕想要钱和名声无所谓，先写下来。要成为这样的人需要学什么？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所学的东西，这个领域发展情况如何，竞争如何，从业者处境如何，你有足够优势在这个领域中脱颖而出吗？了解行业情况后，你能够更准确地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算够。不要被海量的知识吞没，只有目标精确，接触面小，使得劲大，才能突破那个精准的点。目标会成为核心驱动力，驱动你有勇气踏出舒适圈，战胜自律和懒惰，应对所有的未知挑战。如果你已经开始享受你所做的事，那么恭喜你已经赢一半了。享受它就会自动成为一个可持续的事情。所以多想想你的梦想吧，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当确认好目标之后，我们就要制定路线出发了。构建 DIY 学校。每个人对自学的理解都不一样，
在我的理解中，自学并不是说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房间里自己闭门造车，更多的是当你学一项技能的时候，没人监督你，没人给你安排计划，没人对你进行考核，你需要对自己100%的负责。如何分配时间，课程表如何，要自己安排，学的效果怎么样，要自己验证评估。这可和我们在学校上课不一样，在传统的教育体系里，一切都有人为你安排，你照做，知道努力的方向，即便做不好，也会有老师找你麻烦。但现在没人为我们安排了，我们需要为自己安排。如何构建自己的 DIY 学校呢？这里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我的，通过把远期的大目标逐级拆解，得到一张最切实、最具可执行性的课程表。我是 INTJ， 所以做这件事情完全没有负担，统筹和规划正好在我的舒适区里。如果你不擅长做也没关系，这个部分是重头戏，我会单独出一期视频来讲。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在自己的 DIY 学校里按时上课。对多数人来说，想东西简单，做东西很难，总是迟迟无法开始，总想准备到100%完美再开始。100%的一天是永远不会到来的，直接开动吧，用行动去验证，用失败来学习。接受学习曲线。当学习一样新事物的时候，整个过程大致会呈现这样的一条曲线。万事开头难，刚开始学习时一切都陌生，要踏出舒适圈，接触你从没接触过的东西。但随着我们掌握了基础，开始熟悉上手后，我们就会觉得学起来好像也蛮容易的。这时候会进入学习的快速上升期，有一点小信心、小膨胀了。然后再深入学习，进入更高阶段时，进度又放缓了，甚至进入停滞。你发现自己掌握的只是冰山一角，知识点越来越不好理解，复杂和抽象的概念大量涌入，所以再提升层次会变得很困难，就像打游戏一样，开始砍个小 boss 就疯狂升级，等级越高就越难升。这就是为什么学识越高的人往往越敬畏知识。这个学习曲线过程是正常的，也是必经的。接受这个过程，学会跳出来观察，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接受迷茫，接受平静。但快速增长期也不要飘飘然哦，确保稳步向前就好。而稳定的前进，则需要你掌握接下来的这项核心能力，学会自主解决问题。比解决问题本身更重要的是养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自学的核心技能之一。如果不想让自己落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就要尽早去提高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次划重点，不要总是依赖他人，学会自主解决。我分享了100期 Blender 的节省生命小技巧，你学到多少个技巧，就说明我曾经遇到多少个问题。这些经验都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换来的，所以我在解决问题这一块得到了非常强的训练。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搜索，我们都会上网搜索，但很多人并不会搜索。要选择合适的搜索引擎，学会科学的、健康的上网。内网外网不同的搜索引擎搜出来的效果天差地别，你懂我在说什么。学会正确找到官网，而不是点击某个钓鱼网站。学会输入恰当关键词，学会简洁而有逻辑的描述问题，让搜索引擎知道你在说什么。扒文档，文档是最权威的指南。我2019年那会儿刚开始学习 Blender 这个软件的时候，软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中文相关教程和文档非常匮乏，甚至英文的相关资料也不多，所以遇到一些软件问题的时候，尤其是你知道那种疑难杂症甚至灵异问题，基本都是靠全网翻阅生热文档自检。学习软件的时候遇到问题，可以通过访问这个软件官方的用户手册，搜索相关条目进行阅读，快速查找解决方案。bug 排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先仔细看一下自己的操作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字打错或者东西按错，很多时候的出错就是粗心导致的。当一大堆东西出错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排除法，先屏蔽其中一半的东西，看剩下的一半有没有出问题，然后再分一半，再分一半，最终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以及根据推断用变量法筛选出可能的错误原因。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用问题搁置法，先把问题放一边，可能做着做着问题自己突然就通了。总之自己多试试，最后实在不行，你可以在群聊或者论坛中提出来，寻求热心网友的帮助。顺带一提，我自己的频道就有一个免费的Blender互助群，并且我有开设一个咨询服务，专门为那些不想花太多时间解决问题，或者花了很多时间也解决不了问题的人提供帮助，就在我的 B 站橱窗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每当解决一个问题就有了一份经验，下一次再遇到类似问题就会了，就变强了，甚至你还可以教别人了呢。相信自己，靠自己好吗？
其实你比想象的要厉害。控制信息摄入，信息多了之后，如何选择信息变得尤为重要。切记尽量获取一手信息，谨慎对待二手信息。我们通过信息输入来构建事物的认知，说白了，你吃什么就会成为什么。如果你输入的信息是高质量的，那么构建的认知也相对客观健全。这就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存在信息差，有的人能够遥遥领先。学会筛选和评估信息，不盲目相信网上随意的噪音，也不要随意的采纳别人的二手建议。当然，现在这个视频也属于是二手建议的一种，需要你辨别。想象一下，别人把一手的信息通过自己的消化，然后做成二手、三手、四手信息给你，其中会夹杂主观处理，或许是升华了，或许也是歪曲删减的。警惕，不要盲目追求所谓的热门和流行，不要过度依赖他人的建议和意见，不要忽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如果你是一名艺术创作者，可以多逛逛你喜欢的艺术家的个人网站，关注艺术家本人的社交媒体账号，看看他们每天都在说什么、做什么，让大师围绕你每天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在成为大师之前，先模仿大师。信息泛滥的当下，擦亮眼睛，构建优质信息图谱，从优质信息中受益，而不是被垃圾信息牵着鼻子走。既然信息需要筛选，那么在教程这块又要怎么选择呢？找合适教程。该看什么教程？免费教程、付费课程、案例教程、系统教程，这都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网上有很多免费教程，我最早学 Blender 的时候就是在 B 站上看的。免费教程容易存在的问题就是会零散，但免费教程选择多，而且零成本，你可以随时挑选适合你的去看，大不了换个新的看。如果你想更加节省时间，手头有一些预算，想看一些专业、精简、有保障的课程，希望有一些核心突破，想学习科学规范的工作流，就可以考虑购买付费课程。购买之前，先了解一下作者的水平、教学风格、用户反馈等等，评估一下自己的预算。很多人都喜欢快速出效果的案例教程，跟着很快做出一个小作品，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感。这类教程适合那些学习时间不充裕，想短时间获得显著效果的人。但是案例教程比较松散，没有上下文的系统衔接，而且只讲用到的东西。我们可能照着做是会的，但由于不懂背后的原理，也不知道相关技能的延展使用，会容易像是抄数学公式。如果想把基础打扎实，可以选择系统性强的教程，覆盖面广，可以对软件和功能有全面的学习了解。但系统教程容易耗时很长，需要你时间充裕的去啃下来，而且相对枯燥，可能几篇原理方法论看下来，你并不会做出什么很实际的东西，容易中途放弃，属于是比较放长线的路子。建议大家将上述的几种教程进行荤素搭配，才会营养均衡。还有，记得在开启一段教程学习之前，先快速预览一下视频内容，看看是否适合你，然后再从头到尾细看，以免浪费时间。这一点我是深有感悟的。顺带一提，如果你想像我一样拥有一个自己的角色公仔，一定记得查看我新上架的 Blender 角色全流程课程，我会从零教你如何用 3D 全流程制作一个自己的 3D 角色，在我的 B 站工坊和网站中都可以看到。别高估记忆，你能学到多少，可能是取决于你最终记住了多少。无论记忆力好坏与否，人都是会遗忘的。如果不做任何记录，学到的东西很快就忘记了。不要高估自己的记忆力，也不要依赖肉体大脑。强烈建议大家去构建一颗自己的第二大脑，将学到的东西，不论是视频教程、读书、听播客，还是平日里的杂碎思考，都养成习惯，通过一些笔记软件或者实体的笔记记录储存下来，方便我们随时进行查阅。这颗第二脑还能分散大脑缓存，让我们把一部分的记忆压力分散掉，将更多的 CPU 用到处理更复杂的问题，或者更加创造力的思考和构建上。我现在的主力笔记软件是 Milanote， 这是一个偏图形化的笔记软件，比较符合偏发散的思维方式。除了用它记笔记之外，我还用它来作为我人生的仪表盘。如果你对这个仪表盘感兴趣，可以扣个1，我可以之后分享一下思路。还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将东西记录到第二脑之后，这颗大脑还会替我们慢慢沉淀、咀嚼、吸收。当我打开第二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知识扑面而来的感觉。将第一大脑和第二大脑相结合使用，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储存好知识，并发酵出新知识，并静待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避免陷入教程地狱。大家都在学更多、学更好，但是有人告诉过你要学会停止吗？如果只是不断的输入信息，不去输出创造，那么我们就会陷入一种被动消极的无效学习状态，这就是所谓的教程地狱，或者说书呆子的状态。
我们看了学了很多，但是没有实践和应用，学到的东西得不到转化，这样的学习只是浮于表面的。你可能在通过营造一种我很努力学习的假象，来逃避自己不敢进行实际创造的事实。长期以往会导致思维和创造力被进一步限制，千万要当心了。如何避免教程地狱？关注输出，只进不出会积食，会撑死。密切关注自己在输入和输出之间的转化状态，目标驱动，根据目标有方向、有重点的严格控制学习的内容，而不是毫无目的的看，避免走弯路和浪费时间。我最开始学习建模的时候，就对虚拟人物创作这一块非常感兴趣，所以一直是围绕怎么做出一个厉害的角色模型进行相关学习，一边学一边就会上手直接做模型，这样我就能快速试出具体问题以及需要什么就解决什么，这样为目标为导向，就会比从头到尾背字典式的学习方法更快更有效。遵循28法则，也叫帕雷托法则，它指的是很多情况下20%的投入就能换来80%的产出。比如说20%的知识和技能就能解决80%的问题和需求，所以我们要抓住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那20%，而不要花时间纠结那些细枝末节的80%。学习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手段。总之，不要成为书呆子，成为一个创造力旺盛的人吧。打赢持久战，最快可以多久之内学会啊？零基础能学吗？我现在多少岁了，学习还来得及吗？学完能找到工作吗？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学无止境，你投入多少就有多少的回报。我觉得这也是质量守恒定律了，要去享受学习的过程，而不是焦虑学习的结果。坚持下去，你其实就已经超过一大帮放弃的人了。在努力的同时，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哦。在这段自学的孤独漫长旅程中，记得时不时停下来，复盘一下，调整学习计划，制定接下来的行动路线，然后慢慢欣赏学习道路上的风景吧。对自己好一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或许在你低头前进许久后的某一时刻停下脚步，你会发现自己已经站上了一座高峰。感谢你耐心看到了视频的末尾，看得出这回你是真的想好好自学。这几年来，通过自学三维和一些其他技能，我已经逐渐实现让自己满意的生活。我现在可以不上班，不讨好任何人，靠技术赚钱，拥有相对自由、有选择、有尊严的生活。回顾来时路走得并不算容易，但我也并不后悔从始至终的努力。如果你好奇我是怎么一步步走上自由之路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让我知道哦。之后我会考虑分享我是怎样逐渐摘掉枷锁的。现在我依然还在自学的道路上探索，学习不止，创造不止。我希望用我的知识和经历影响更多的人，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愿每一位正在靠自己的双手勤劳打拼的艺术创作者可以实现你想实现的任何梦想。我会一直支持你，陪伴你，鼓励你。如果你也有自学的心得和技巧，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聊天系列，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用，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形式，记得点赞、关注、订阅我，支持一下哟。我是子梦，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